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不管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你觉得女人太优秀是一种错吗？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是我一直觉得很优秀的朋友。她人长得漂亮，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和收入，唯独爱情这件事儿，她屡屡受挫。她说其实自己也遇到过很多不错的异性，但一谈到恋爱的问题，大家总会说你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好像不需要保护，我会没有存在感。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本周刚开播的《心动的信号》第3季，作为一个恋爱社交推理真人秀，里面除了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恋爱的甜蜜和羞涩之外，我还感受到了在成年人的婚恋关系当中，那些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作为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我从第1季一直看到现在，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恋爱当中，温柔甜美让人有保护欲的女生几乎是大部分男生择偶标准里的统一答案。比如第1季里温柔甜美懂事大方的向天歌，第2季里笑起来有2个梨窝满满少女心的杨凯文，都让在场异性的目光难以从他们身上挪开。而这1季里被公认为笑起来很甜的姚木希，更是成为了3季节目以来第一个获得了所有男生投票的女生。而对于一些性格上比较主动或者能力更强的女性，也许人们会愿意跟她们做朋友谈工作，却很少有人会在择偶观里把这样的女强人当成自己对另一半的期待。我一个读博士的朋友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说他相亲很多次都因为学历太高被男方拒绝，后来他妈妈要求他隐瞒自己的博士学历，改成本科毕业。在谈到收入的时候，家人也让他故意把收入说得少一点。他说他觉得一个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得的成绩和收入，明明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却让他难以启齿。最近这段时间，关于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女性力量的话题讨论一直霸占着微博热搜和朋友圈。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女性已经被完全认可的错觉，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女性力量的崛起，目前还只是网络上的一种自嗨。在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仍然是女人30岁还不结婚，就会被身边的人诟病。婚后一旦生了孩子，总是妈妈先牺牲事业。遇到喜欢的人，表现太主动的女生就会被扣上不矜持和太强势的帽子。在刚播出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女二钟佩妍，她就是这种恋爱当中不太受欢迎的性格。在大家都刚进入到心动小屋，彼此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她主动活跃气氛，寻找话题。当大家都坐在客厅里有些尴尬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她主动提出参观房间。在2人一组做饭的环节当中，其他2个女生都比较被动地接受安排的情况下，只有她大胆地询问谁会做饭谁不会，接着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分配小组。可是网上却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评论，有人觉得她太主动爱显摆，生怕别人看不到她，还有人说她是名贵茶种。最让我难过的是，有一位女网友留言说，钟钟，这是恋爱节目，你就不能学学别人安静一点，扮扮可爱吗？虽然我理解这位网友也是出于好意，可是同样作为女生的我，还是忍不住想问，难道女生在恋爱里就只能有一种样子吗？难道主动不甜美的女生就不值得被爱吗？
节目里，当杜海涛说钟钟这种类型的女生会容易不小心被人忽略的时候，作为心动侦探的丁禹兮立马说当然不会。接着他就毫不掩饰地说，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更喜欢像钟钟那种懂得调节气氛、性格开朗的姑娘。作为今年女生们的新晋老公之一，丁禹兮的观点其实也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优秀男生的择偶标准。在恋爱当中，真正优秀的人之间产生的爱情，一定都是基于对对方身上独一无二性格的欣赏。所以要求女孩子乖巧一点，给人保护欲才能被爱这种话，根本就是谬论。女性是多样的，是丰富而有魅力的，不是生产线上复刻出来被摆在橱窗里任人挑选的商品。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也独一无二。甜美害羞的人会惹人怜爱，热烈张扬的人身上也有让人挪不开的光芒。穿着围裙煮饭的女人自带温柔的滤镜，在职场上为事业全力以赴的女强人，也同样拥有小女人的一面。最后，我想告诉所有像我朋友和钟佩妍这样的女生，不管你身边的人说了什么，都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轻易改变。你不用非得逼着自己成为别人眼中应该有的样子，你只需要放心大胆地做你自己。你发你自己的光，自然会有人循着那道光看到你，爱上你。人生很长，未来也很远，茫茫人海里，总会有一个人穿越人海，跋山涉水，只为你一人而来。